惹谁都行，但千万别惹这个中国小个子，因为他背地里是世界级的顶尖特工。可偏偏这群法国人对他没有丝毫尊重，先是用金属探测器检查完他的全身，又毫不客气地拿走了他的护照，就连他佩戴的首饰也差点被他们收入囊中。这个小个子名叫刘健，为抓捕跨国毒贩，他孤身来到法国，仅凭手中一张带有花朵的照片，刘健很快就找到一家位于唐人街的商店，而这里正是中国警方的秘密联络点。果然，当商店老板看到刘健手中的照片后，只是淡淡的说了一句可以把东西放在这里，便识趣的离开了。随即刘健把手里的包裹放在桌上，接着用匕首划开底部，拿出藏在里面的手枪和弹夹。不过在行动之前，他还要前往一家豪华酒店会见这次行动的法国负责人。可当刘健抵达酒店大堂后，却从吧台手中接到一封神秘信件，信中只写了酒吧一个简短的词语。刘健只好转身来到酒店吧台，刚坐下没一会儿，一名保安就突兀地坐在了他身旁。对方先是点了一杯啤酒，又热情地打听起刘健的来历，得知他来自中国后，更是对中华文化一顿吹捧。 I love China. I love the food. Chinese food. It's the best. 随后突然话锋一转，小声说卫生间有人在等他。刘健立刻明白对方就是自己要等的接头人。而当他走进卫生间后，有人迅速把正在维修的提示牌摆在门口，以防无关人员误闯。此时早有3名壮汉在卫生间内等候多时，确认刘健身上没有安装窃听器后，才把他带到酒店后厨去见这次行动的负责人理查德督察。当刘健看到理查德时，对方正亲手将一名罪犯打得满头是血。直到察觉刘健已站在身旁，理查德才命令下属将罪犯单手拎在半空，另一人则飞起一脚踢断了罪犯的脖子。刘健表面虽淡定，心里却已然清楚，他们这是在给自己下马威。事实果然不出所料，理查德嘴上说着欢迎刘健到来，言语间却满是不屑，甚至认为刘健的出现是对法国警队的不信任。他不仅没收了刘健的配枪，还嘲讽刘健是来监视法国警察的。好脾气的刘健没有选择争辩，只是默默隐忍。没过多久，毒贩李某在几名手下的簇拥下走进了酒店，刘健则带着通讯设备站在角落里默默观察着他们。让所有人始料未及的是，李某还找了2名从事特殊服务的女孩陪自己。在美女的诱惑下，李某彻底把持不住，急忙带着他们前往酒店的总统套房。尽管这间套房早已安装了微型摄像头，李某的手下也开始仔细检查整个房间，但李某终究没能扛住美女的诱惑，没等手下检查完，就把他们都赶了出去。Okay, guys, let's get out of here. 3名手下只好苦哈哈地守在房间门口。恰好此时刘健也来到了楼上，他故作淡定地从3名手下身旁走过，随后进入了隔壁房间。原来理查德已将这间房改造成了临时监控室。刘健刚进门就发现监控画面中少了一个女孩。理查德淡定地解释，她正躲在洗手间梳妆打扮。可事实上，那个名叫杰西卡的女孩正抱着马桶狂吐不止。随后杰西卡摘下假发套，露出了一头亮丽的金色头发。从她痛苦的表情中不难看出，她并不想从事这样的工作。与此同时，另一个名叫苏珊的女孩则比杰西卡豪放得多。此刻她正骑在李某身上肆意挑逗。就在李某对她完全放下戒心时，苏珊缓缓摘下头上的尖锐发饰，突然狠狠扎进了李某的胸膛。刘健见此情形，立刻冲出房间，轻松将李某的3名保镖打趴下，随后冲进去将苏珊按倒在地，抽出手腕上的银针封住对方穴道，使其动弹不得。当他发现李某伤势过重后，先用银针帮其止血，接着拿起电话准备呼叫救护车。不料这时理查德缓缓走进了房间，他戴上手套，用刘健的手枪当场击毙了李某。 Why did you kill him? The question is, why did you kill him? 话音刚落，他又开枪杀害了苏珊，随后扔掉刘健的手枪，掏出自己的配枪，准备杀刘健灭口。可就在这一眨眼的功夫，刘健竟在房间里消失了。愤怒的理查德先是朝墙壁开了几枪，随即听到洗手间里传出声音，他急忙和手下冲进去，里面却只有杰西卡一个人。由于杰西卡并没有看到理查德杀人的一幕，竟因此幸运地躲过一劫。这时理查德突然察觉纱窗正在随风飘动，他急忙趴到窗边，果然看到了正在往楼下爬的刘健。理查德二话不说，朝着下面就是一顿疯狂输出。没成想刘健及时跳进了楼下房间，还在房客面前一脸淡定地走了出去，接着又一脚踹开了对面的房门。当理查德带人冲到楼下后，刘健早已沿着墙壁爬回了楼上，并回到了监控室，轻松将留守在这儿的3名警员打趴下，随即冲到控制台，将理查德杀人的画面拷贝了下来。就在他准备逃走时，理查德几人已从走廊两侧包抄过来。见此情形，刘健只能躲进一旁的储物间，并用柜子将房门堵住。他本打算继续爬窗离开，却发现这间房的窗户安装了防盗栏。这时，理查德一行人开始疯狂射击房门，随后一脚就把原本坚固的房门踹得稀巴烂。可此时，刘健却再次如同鬼魅一般消失了。但这次，理查德很快就发现刘健其实躲在管道里。
他立刻安排手下跳进去追，见手下不敢，理查德干脆利落地将其击毙。当他的枪口指向下一个人时，那人二话不说就把头伸进了管道，结果被刘健一脚踹了下去。理查德察觉情况后，先是朝管道打了几枪，见没打中刘健，他索性将易燃品倒进管道内，随即用打火机点燃了管道。见刘健仍旧不打算投降，理查德狠下心，竟把手榴弹扔了进去。眼疾手快的刘健急忙抓住手榴弹，接着迅速向下滑行，并趁机将手榴弹扔进了一名警员的袖子里。一旁的理查德见状，立刻将同僚推进了管道，只听砰的一声，整个管道瞬间被烈焰包裹。幸运的是，刘健及时掉进洗衣间，躲过了一劫。可他还没来得及跑出去，就再次被几名警员拦住了去路。这次刘健没有退缩，他利用眼前的熨衣架轻松打倒几名警员，又拿起滚烫的熨斗把另外2名警员打得不省人事。等他轻松打趴下几轮追兵后，重新回到了酒店大堂。正当他以为能顺利离开时，最开始和他接头的安保人员认出了他，当即掏出机枪朝他扫射。刘健只能拔腿就跑，趁对方换子弹的间隙冲向眼前的台球桌，最终利用台球将对方击晕。当理查德几人追到1楼时，刘健已再次消失在门口。起初理查德还打算第2天再追，可直到同僚告诉他刘健拷贝了一份录像带，他才彻底慌了，并发誓要搜遍全城，把刘健找出来碎尸万段。然而理查德绝不会想到，刘健此刻正躲在他们的车底下，并且还在途中顺利逃走了。为了躲过理查德的追捕，刘健决定和上级取得联络。于是他来到车站的储物柜旁，打开其中一个柜门，拿出了里面的移动电话。见手机后面还有一串数字，刘健尝试着打开第2扇柜门，没成想柜门恰巧被2名保安挡住，刘健只好让他们让开。接着3人同时看到柜子里竟装满了枪支弹药。安保见状当即吹口哨示警。刘健虽然及时将2人打晕，但为时已晚，其他保安已经追了过来，他不得不立刻逃走。隔天一早，大使馆的官员们得知昨晚的案件后，立刻去找法国人了解案情经过。只是他们万万没想到，法国人派出的案件调查员正是理查德本人。理查德拿出伪造的证据，直言刘健是李某的保护伞，因为害怕李某被抓后把他供出来，所以才先下手为强，将其当场枪杀。不过由于没有录像视频作为佐证，大使馆的官员们并不打算相信理查德的一面之词。就在这时，联络官突然接到一通电话，他虽然没有透露电话内容，但狡猾的理查德还是猜到是刘健打来的。他立刻命令手下一定要想办法窃听联络官的通话。另一边，刘健早已回到联络点，吃着超市老板做的虾片，等待联络官给他下一步指示。而理查德也派出了所有警员，全力寻找刘健的下落。为求自保，他必须赶在联络官之前夺回录像带。等其他人都离开后，杰西卡走进了办公室。原来他和昨晚被杀的苏珊都是理查德培养的妓女。按照之前的约定，杰西卡做完昨晚的生意后，理查德就会放她和他的女儿离开。可他万万没想到，理查德不仅言而无信，为了继续控制他，竟命令手下强行给他注射毒品。随后，杰西卡被带到唐人街当站街女，被迫接受这样的命运。走投无路的杰西卡只好在一家商店的镜子前整理妆发，而这家商店恰巧就是刘健的联络点。没过一会儿，杰西卡来到店门口，央求刘健允许他进去方便一下。极少和女孩打交道的刘健最终还是选择答应。杰西卡从洗手间出来后，刚好看到桌上还有些剩饭，竟毫不客气地坐下来大吃特吃。可刘健此刻最怕的就是招惹麻烦，为了让杰西卡尽快离开店铺，他甚至免费送给她2袋虾片。而这一微小的善意举动却让杰西卡备受感动。等杰西卡离开后不久，刘健就接到了联络官打来的电话。为确保安全，2人约好在一艘轮船上见面。殊不知，理查德早已窃听到电话内容，并派人在轮船附近监视他们的一举一动。对此毫不知情的联络官坐在刘健面前，认真听着他交代事情的全部经过，这才得知真正和李某合作的毒贩其实是理查德本人。可就在他从刘健手中接过录像带的瞬间，一名警察当场将他击毙。刘健还没来得及做出反应，就已被2名持枪警察包围。他只能佯装害怕，趴在桌子上，趁对方准备给他戴上手铐时，突然掀翻桌面，接着趁乱逃到轮船下一层的厨房。当2名警察追过来时，眼前早已没了刘健的身影，2人只能分开行动。结果不出意外，其中1人被刘健偷袭打成重伤，另1人虽然因此发现了他的下落，还朝他开了几枪，但开枪速度太慢，每次都被刘健轻松躲过。最后，刘健冲过去与这人近身肉搏，不出几招就将其打得毫无还手之力。与此同时，另外几名警员也跟着追到厨房。刘健通过电视上的监控画面看清2人的位置后，当即决定从另一侧跑到轮船上面一层。见他们已经追了上来，刘健抄起凳子砸碎轮船玻璃，接着翻身跃到轮船顶部。他本打算在经过跨江大桥时从桥上逃走，没想到几名特警竟预判了他的行动，直接从桥上跳下来联手攻击刘健。不过他们的格斗能力在中国功夫面前根本不值一提，刘健转眼间就接连把他们打下船顶。但很快他就看到理查德正站在桥面上盯着自己，无奈之下，刘健只能跳回到船舱上，一边抵挡3名特警的攻击，一边还要防止理查德朝自己打黑枪。幸运的是，在刘健将特警全部打趴下之前，理查德一枪都没有打中。而当轮船经过理查德脚下的大桥后，理查德惊讶地发现轮船上居然没了刘健的身影。原来此刻刘健已经爬到了桥底，只是他刚站稳脚跟，就有警员冲过来对他开枪射击。好在大桥底部铺满了错综复杂的钢板，让刘健随时都能躲避子弹。
没一会儿，他就穿过大桥的逃生通道来到街道中，可还没来得及喘口气，理查德和他的下属就已开车抵达这里，再次朝他射来密集的子弹。刘健见状，只能一头钻进一旁的地下通道，拼了命地朝前方跑去，最终竟阴差阳错地跑到了地铁站台。他刚抵达这里，就有一辆地铁经过，刘健二话不说，直接登上地铁，然后背靠门框，果然顺利避开了随后追来的几名黑警。另一边，狡猾的理查德在确认无法追到刘健后，提前接管了联络官的尸体，并从遗物中找到了那份记录他杀人的录像带。刘健自然不出意料地被诬陷为杀人凶手，而对此毫不知情的他，正躲在联络点，试图给自己手臂上的伤口缝针，却屡屡失败。站在商店门口接客的杰西卡发现这一情况后，念在刘健白天帮过自己的份上，主动提出免费帮他缝针，刘健只能答应下来。虽然两人相处还不到1天，可杰西卡却对沉默又善良的刘健充满好奇，他很想知道刘健受伤的原因。见刘健不愿透露，便聊起了自己的经历。原来杰西卡少不更事时被一个法国男人骗财骗色，还因未婚先孕遭到不少人的白眼。她本想来法国找那个男人做依靠，结果阴差阳错之下沦为了站街女。得知杰西卡的悲惨遭遇后，刘健不由得问她为什么不离开法国。这话勾起了杰西卡的另一个伤心事，可她还没来得及讲出来，负责管理站街女的人渣就走进了店里，指责杰西卡不去接客，反而和别的男人聊天。杰西卡本想开口解释，不料对方直接对她拳打脚踢，还要求她立刻滚出去接客。刘健不忍心看到杰西卡被打，但他此刻又不能招惹事端，只能恳请对方别用这么暴力的方式对待别人。没成想对方非但不领情，还要求刘健支付和杰西卡的聊天费。本着退一步海阔天空的原则，刘健从钱包里拿出500法郎，谁知那男人竟得寸进尺，命令他再拿出500法郎。刘健仍是没有拒绝，可一旁的杰西卡看不下去了，直接出言提醒对方别太过分，结果惹得那人扬起手又要打他。但这次刘健没再袖手旁观，而是抢先出手，把那几人暴打一顿。当刘健轻松将这3个渣子打晕后，本以为这件事会到此为止，不料一名又高又壮的黑人走进店里，接着脱下外套，露出壮硕的肌肉，显然他和这群人渣是一伙的。刘健很清楚双方的体型差距，交手过程中他一直在躲避黑人的拳头，避免和对方硬碰硬，并随时寻找机会击中对方的要害。然而还没等两人分出胜负，警方就已接到报警电话，开车赶到商店门口。当警员看到打架的人是他们苦寻一整天的刘健后，立刻从后备箱拿出机枪。而此时还不知危险来临的刘健终于找准机会，一招蝎子摆尾直踢黑人面门，对方当场晕死过去。与此同时，刘健也注意到了那名持枪的警员，他急忙将眼前的杰西卡按倒在地，可刚返回店铺的老板却惨遭警员开枪射杀。经过一阵疯狂扫射后，警员才停下来，走进店内查探情况，不料下一秒就被刘健用2根筷子插进咽喉，当场毙命。但他的死终究换不回商铺老板的性命。等安葬完老板后，刘健决定不再坐以待毙，而是要主动出击。他拿出一张字条，让杰西卡带自己前往上面的地址。没成想，杰西卡看到字条后，瞬间想起了惨死的毒贩李某。原来刘健是想回到昨晚那家酒店，重新调查案件。而刘健此刻也终于得知，杰西卡就是昨晚出现的另一位站街女。这样一来，杰西卡就成为了唯一能证明她没有杀人的证人。只可惜，杰西卡却无法帮助她，因为理查德早就挟持了她的女儿，这也是她被迫从事站街女行业的真正原因。得知杰西卡的遭遇后，刘健当即决定先帮她救出女儿，之后再让她出庭作证，帮自己洗脱冤情。没一会儿，杰西卡就慌慌张张地来到理查德的办公室，然后紧紧抱住对方，谎称刘健杀害警员后将他抓走，还把他带到一家饭店里连踢带打，而他是趁刘健醉酒熟睡后才顺利逃脱魔爪。理查德虽然自认为杰西卡没胆量骗自己，但出于保险起见，还是给杰西卡戴上手铐，将她锁在窗边的暖气钢管上。等理查德带人离开后，刘健随即出现在了警局门口。与此同时，杰西卡则用美人计将留守在办公室的警员哄骗出去，让对方帮自己拿些食物当晚餐，而他趁机把腿伸向理查德的办公桌，用鞋跟试图撬开抽屉寻找手铐钥匙。失败后，又利用一旁的晾衣架强行将暖气管撬松。当那名警员回来时，只看到空无一人的办公室以及喷着热气的暖气管道。至于杰西卡早已来到警局门口与刘健会合，并将那份关键的录像带交到了他手里。刘健赶忙用银针帮他解开手铐，之后两人一同前往杰西卡女儿所在的孤儿院。由于杰西卡已将近1年没见到女儿，因此当看到在床上熟睡的孩子时，她不禁有些紧张。在刘健的鼓励下，她终于鼓起勇气走到女儿床前，缓缓掀开女儿身上的床单。不料下一秒，一个男人突然从床底钻出来，一把掐住了她的脖子。一旁的刘健也同时遭到警员的袭击。原来理查德在得知杰西卡逃走后，立刻猜到她会去孤儿院找女儿，便提前安排人埋伏在那里。尽管刘健被打得措手不及，却依旧不费吹灰之力就将眼前2名警员打倒。当察觉到那对白毛兄弟准备踢断杰西卡的脖子时，刘健迅速冲到墙边，关掉宿舍灯光。杰西卡也趁机一脚踢向男人的裆部，在灯光熄灭的瞬间，刘健拉着杰西卡的手逃离了宿舍。但孤儿院的走廊实在太长，再跑下去必然会被白毛兄弟追上。刘健只好扯下走廊的窗帘，将一端绑在暖气管上，然后抱着杰西卡顺着窗帘另一端滑到地面。紧追上来的白毛兄弟当即朝2人连开数枪。刘健如同往常一般毫发无伤，但经验
不足的杰西卡却不幸中弹，刘健立刻将杰西卡送往医院。幸运的是，经过医生抢救，杰西卡顺利度过了危险期。她醒来后，第一个担心的就是女儿的安危。好在现在录像带已经在刘健手里，他相信理查德绝对不敢轻举妄动。可杰西卡依旧无法放心，情绪变得越发激动。刘健只能承诺会帮他救出女儿，随后用银针扎进杰西卡的睡穴，强行让她陷入沉睡。隔天一早，刘健给理查德打了一通电话，对方不仅承认女孩此刻就在他的办公室，还威胁说如果不交出录像带，就把女孩卖去做妓女。刘健听到这种禽兽不如的话，并没有生气，只是语气平淡地建议理查德看向窗外。 Now, I know where you are. I'm coming up. 刘健话音落下，便随意地将手机扔在路边，接着大摇大摆地走进警局。门卫刚开口询问他的来意，就被刘健隔着门板一脚踢晕。当他走进警察大厅后，先是一个侧踢击晕一名警员，随后拿起一面法国国旗，接连打晕其余3名警员，然后飞身冲向楼梯。不料这时楼上已经集结了一队人马，刘健立刻躲进一旁的房间，并悄悄锁上了门。可当他转过身时，瞬间被吓了一跳，这里居然是警员的格斗训练场。好在刘健很快平复心情，走到队伍中间，缓缓脱下外套。当教练喊出动手后，那些警员全都抡起手中的警棍朝刘健砸来。刘健左突右闪，先是挟持一名警员将他抡飞出去，顺带抢走对方的警棍，接着翻身滚到众人脚下，由下至上轻松打倒一片警员。经过这2轮试探，刘健已经摸清了他们的实力，这群人就是一堆菜鸟，连他一招都扛不住。因此，当外面的警员开枪打坏门锁冲进来时，只看到满地的伤员，至于刘健本人早已没了踪影。理查德此刻终于意识到刘健究竟有多么恐怖，他立刻将所有外出警员全部召回，四处搜查刘健的下落。此时，一名准备乘坐电梯上楼的警员刚按下关门按钮，就被躲在电梯顶部的刘健一脚踢晕。刘健走出电梯后，先是关闭了警局的闸门，接着一个高踢腿踢坏了开关系统。就在他准备前往理查德办公室时，白毛兄弟中的一人拦在了门口。刘健刚往前走了几步，另一人又出现在他身后。可就在他转身的瞬间，兄弟2人居然全都消失不见。刘健很清楚，他们一定躲在办公区域里。果然，擅长腿法的哥哥一脚踢飞办公桌，拦住他的去路，又闪现在刘健面前，接连朝他踢了10几脚。刘健自知腿法不如对方，便一直在寻找机会拉近距离。在兄弟俩的前后配合下，刘健很快就被打得毫无还手之力。好在他发现擅长腿法的哥哥出招过于大开大合，于是在过招时，刘健刻意将战场引到办公桌附近。这一举动果然奏效，对方每次出腿总会被桌腿绊住，刘健则趁机拉近2人距离，不停地出拳攻击，并在对方飞腿攻击时抓住了对方的脚踝，对方就这样当场领了盒饭。白毛中的弟弟看到这一幕，顿时丧失理智地朝刘健冲过来猛攻。虽然他打得刘健难以招架，但招式毫无章法，很快就被刘健抓住漏洞，掰断了一条腿。等他跪地不起后，刘健又用双拳击向他的太阳穴，接着一腿扫断了他的脖子。解决完白毛兄弟后，刘健终于来到理查德的办公室。这个无耻的男人居然挟持着杰西卡的女儿做人质。刘健提醒他，如果开枪，他自己也将必死无疑。没成想，理查德听到这话，竟果断将枪口对准了刘健。可让他没想到的是，刘健非但没有躲避，反而朝他飞奔过来，用嘴巴抽出一根手腕上的银针，将银针扎进了他的后颈。下一秒，理查德震惊地发现自己居然无法动弹。 I put a needle in your neck. It's called the kiss of the dragon. 刘健告诉理查德，凡是中了龙之吻的人，全身血液会汇聚到头顶，最终导致七窍流血而死。理查德原本不信，但当刘健把银针拔出来后，他依旧无法动弹，很快就开始浑身抽搐，眼耳口鼻都流出鲜血，当场毙命。之后，刘健回到医院，取出扎在杰西卡脖子上的银针。没一会儿，杰西卡悠悠转醒，当他顺着刘健的目光望向左侧，终于看到了日思夜想的女儿，顿时喜极而泣。他随即紧握着刘健的双手，万分感激这个男人为自己所做的一切。作为李连杰进军好莱坞的代表作，《龙之吻》在动作设计上展现了其标志性的快、准、狠风格。片中洗衣店火焰特效与台球桌踢击等场景仅用2处 CGI 技术，其余均为实拍。这种对传统功夫的坚持，在2001年的好莱坞堪称异类。24年后的今天回看，《龙之吻》作为李连杰好莱坞转型期的实验性作品，虽存在叙事生硬等缺陷，但其中一人灭黑帮的暴力美学，仍为动作片爱好者提供了纯粹的视觉享受。